乌克兰的弹药严重短缺，美国和北约的库存啊也快见底了，那就增产吧，其实也没那么容易，因为离开中国呀，这事儿还不太行。有一种基础原材料，那被中国卡了脖子，欧美那儿正在瞒天过海的在采购呢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据北约高级官员透露呢，乌军弹药的消耗量非常的惊人，几乎是掏空了北约的库存，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了。乌军现在每天啊，平均要发射3到5千发炮弹，最多的时候要打到7000发。当然了，他不打仗的时候，肯定他这个就算是没有地面的冲突，他这个火炮攻击他也没怎么停止。像这种消耗量，是一天呢就几乎干掉了美国和北约当年在阿富汗的1个月的这个消耗量。俄军这边呢，平均每天要达到2万发左右啊。乌军的弹药吃紧，俄军那边呢还依然是弹药还管用的。美国和欧洲啊，它就要想加快这个弹药的生产，尤其是大口径炮弹的生产，它也有问题。它主要是2方面的嘛，一个是产能，一个是原材料。就是产能方面，咱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美国每个月只能生产大约15000到2万发的大口径炮弹，欧洲这边产量就更小了。这个呀，都是因为欧美这个和平红利吃多了啊，这个常年的吃和平红利，马放南山之后，导致产业衰退和产业流失所造成的后果。所以现在美欧你看就到处采购炮弹嘛，这个也还别说哈，这个韩国的产能还挺厉害的，还赚了这么一把钱啊。这个因为韩国这边要是全力开动的话啊，它每个月能够生产3到5万发155毫米的炮弹。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咱们说这个产能啊，产能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基础原材料的这个问题，现在严重缺乏。因为咱们比如说，其中有一种东西啊，它无论哪种弹药，只要你用到这发火药，就是推进剂，这个火药哈，你都离不开什么呢？离不开一种东西，就是这个棉短绒啊，就这棉花上面的短绒。大部分欧洲武器生产商这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，其中呢也包括德国的军火巨头莱茵金属的瑞士子公司啊。你看这个瑞士子公司，它可是生产这个制导炮弹的哈，在这方面它就被中国卡了脖子。棉花的短绒就是棉短绒啊，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啊。这个棉花啊，在压好后的这个这皮，就是最初那个棉花摘下来那个皮棉啊，要压棉花嘛，弄好了之后呢，出来那个棉籽，也就是那个毛籽，咱也叫毛籽，它残留着上面那个短纤维啊，那个你看那个棉花籽那毛籽上面那个毛茸茸的呢。啊，这层短绒啊是天生的啊，这个毛茸茸的，你要不怎么叫它那个毛籽呢哈？还有呢，就是被这个榨花机啊，这个压过之后呢，它那个长棉的那个纤维啊，它会断碎之后变成短纤维了。还有一种这也叫这个棉短绒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成色不是很好，也便宜，价格也便宜，最多也就算作这个2类棉，叫做2道绒啊。我家河北老家那边啊种棉花啊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啊，棉短绒的很贵啊，但是这也是严控的东西。你像这个消化炸药啊，还有消化棉呐，还有我们制作那种胶片啊，那些东西都离不开这个棉短绒。还有啊，这个印钞票这个纸，它需要这东西。你就比如说咱们人民币，它也离不开这个棉短绒。所以要不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战略物资呢。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短绒的生产国，你看从2021年到2022年的产量呢，就接近了600万吨啊，5800-900万吨吧。我估计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如果加上还没有完全统计进去的，估计呢那个总量是能超过600万吨的。紧接着第2大的生产国就是印度了，然后就是美国了。美国你别小看，人家一年也生产380万吨的这个棉短绒呢。但是印度啊，虽然是第2大的这个产出国，但是它这个机械化程度也比较低啊，设备和工艺不行，出来这个棉短绒的成色低，大部分都是2道绒的，甚至3道绒的那个档次。而且呢，不是说所有的棉花品种都能出这个高品质的棉短绒。你看乌克兰那边它也产棉花，但是这个棉短绒的成色那就不行。棉短绒出口呢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控的，你想在国际市场随便买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欧美呢，他就想了很多办法，它要瞒天过海增加这个产量，将增加了购买量，将一部分啊原来用于其他用途的转来就搞火药了，但是这个数量远远不足。